今天给大家解说的是，有3个不同国籍的青年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死考验后，如何从敌对变成朋友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。1945年，第2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，苏军对日军展开了进攻。由于苏军火力较猛，日军惨败。日军为了掩盖自己所犯下的罪孽，将据点关押的中国平民进行屠杀。此时，从死人堆里站出了一个命大的男人，他叫杨玉福，被日军强行征用为苦工。他挺直了腰板，眼里燃烧着熊熊怒火。就在日军重新装弹准备射杀他时，苏军的坦克攻破城墙，杨玉福侥幸活了下来。他被苏军士兵带到了苏联军官面前，由于语言不通，双方无法正常交流。接着他被安排到了军医车上，跟随苏军伤兵返回营地。军车一路前行，最终停在了一个岔路口，一条路安安静静，另一条路尘土飞扬。坦克手沙克夫认为那是友军刚刚经过时扬起的尘土。由于能见度太差，军车误打误撞一头扎进了日军据点，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交战。军车被炮火击中，苏军战士只能跳车反击。由于寡不敌众，战士们只能且战且退。逃到一个陡坡时，幸存的几个人全都滚下了山坡，最后只有那加、沙克夫和杨玉福3个人活了下来。沙克夫觉得杨玉福是个累赘，那加却坚持要带他一起走。3人来到一座木桥时，小木屋里突然扔出一个手雷，因为手环没有拉，手雷并没有爆炸。沙克夫一脚踹开木屋，里面蜷缩着2个日本女孩，其中一个女孩迅速吞下毒药后倒地而亡，另一个女孩一边哭一边准备服毒自尽，毒药从她颤抖的手中滚落，被沙克夫踩在了脚下。沙克夫想要杀了女孩，那加却阻止了他。就这样，他们带着一个俘虏踏上了逃亡之路。然而他们却低估了这个看起来柔弱无知的日本女孩，她将3人带到了日本布置的雷区。幸好沙克夫眼尖发现了危险，随后他将地雷排除，示意几人赶紧跟上。可还没走上几步，他就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。眼看战友被害死，愤怒的那加想要杀死女孩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枪声，日军已经追了过来。那加冲女孩脚下不停地开枪，逼她在前面开路。最终他们穿过雷区，躲进了树林里。那加故意扔掉了行军包，将日军引到了错误的方向。杨玉福死命地捂住女孩的嘴，生怕她发出声响。等到日军离开后，女孩差点没被捂死。两人一想，带着她挺累赘的，搞不好还会被她害死，那干脆就杀了她吧。那加就说：“你是男人，还是你来吧。”他虽然痛恨日本鬼子，可他却没有杀过人，更不用说眼前还是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。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怒吼，杨玉福想起了自己惨死的母亲。几个月前，鬼子进村，把他娘绑在了柱子上。杨玉福他娘就这样惨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。一想到这儿，杨玉福就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如果他杀了眼前的这个女孩，跟那些日本人又有什么分别？于是他们丢下女孩继续赶路。当他看到一具动物尸骸时，心里又开始矛盾挣扎。如果把女孩绑在那里不管，她早晚也会变成一具枯骨，这样跟杀了她又有什么分别？他折返回去，割断绳索，继续带着女孩上路。晚上，那加把食物递给女孩，杨玉福也把8音盒还给了她。第2天，他们继续赶路，经过一处独木桥时，杨玉福脚下一滑，一个不小心就把女孩甩进了沼泽中。眼看她痛苦的挣扎和求救，两人心里也都在反复挣扎。杨玉福走到那加身边，从他手中拿过冲锋枪，随后他把枪托递给了女孩。在拉女孩上来的过程中，枪托突然脱手，冲锋枪握在了女孩的手上。这一刻，女孩手握冲锋枪缓缓下沉，可直到沼泽淹到了她的脖子，女孩也没有开枪。最终两人合力将她从沼泽中拉了出来。晚上，女孩把食物递到杨玉福面前，深鞠一躬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看着眼前这个日本女孩，杨玉福不自觉的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经历。他在日本军营里饱受摧残，内心的创伤难以愈合。活着的人把尸体装进麻袋扔进河里，偶尔遇到还活着的日本兵，就兴奋地把活人装进麻袋里点火焚烧，随后再将手榴弹绑在麻袋上，把那团火球踢进河里。那一声震耳的爆炸永远留在了杨玉福的心里。杨玉福一拳打翻了食物，女孩不知所措，杨玉福则抱着头痛哭起来。第3天，他们终于走出了那片林子，可森林的外边仍然是连绵不绝的森林。此时天空中时常传来炮声，苏日两军的战机在空中缠斗，日军的战机被击落。女孩忽然挣脱，叫了一声大西军，就跑向坠落点。此时坠毁的战机引燃了枯黄的秋草，杨玉福猛地一抬头，发现女孩正被烈火追着往这边跑。
烈火燎原的速度比他们奔跑的速度快得多，眼看就要葬身火海。女孩忽然大喊：“我们不能顺风跑，我们跑不过火。”接着她抢下娜迦兜里的火柴，点燃了一片荒草，然后用布包罩住头部。他们趴在烧过的空地上，就这样大火从他们身边肆虐而过。看着彼此狼狈的样子，他们都忍不住傻笑起来。杨玉福的笑容忽然凝固了，举起了手里的刺刀。杨玉福并没有伤害他，还是帮他割开了绳索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才知道女孩叫秋叶子。秋叶子熟悉这里的地形，跟他们说只有南边才能出去，北边的丛林辽阔无边，没有吃的他们走不出去。可娜迦却坚持要往北走，因为北边就是俄军的驻扎地。杨玉福认为秋叶子熟悉这片林区，决定跟着秋叶子一起走。虽然娜迦发了火，但也只能跟着他们。3个人穿梭在密密麻麻的白桦林中，饿了他们就采野蘑菇充饥，渴了就喝泉水。看见秋叶子在花丛中奔跑嬉戏，娜迦觉得他根本就还是一个孩子。这天忽然下起了雷阵雨，出去找食物的娜迦迷失了方向。杨玉福把衣服脱下来遮在了秋叶子的头上。到了晚上，秋叶子劝杨玉福一起离开，否则就会饿死在这里。杨玉福却说：“我是中国爷们，不能扔下一个女人不管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在原地等了2天，也不见娜迦的身影。草丛中忽然有了动静，他们以为是娜迦回来了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头威猛的东北虎。杨玉福也吓得浑身打颤，他手里有枪，可却不会开。就在老虎扑向他们时，杨玉福在慌乱之中打开了保险，一梭子子弹全部被他打完了，老虎也被吓跑。娜迦听到枪声后，终于找了回来，他兴奋地扑进杨玉福的怀里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命运仿佛就连在了一起。杨玉福背着秋叶子过河，娜迦更是和他在小溪中打起了水仗。杨玉福对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坐在河边研究起来。他们来到了一处高岗之上，天边的太阳红得发紫，3个人痴痴地看着，在紫色残阳的映照下，他们继续踏上行程。2人也不知道秋叶子会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。又是一天的艰难跋涉，秋叶子把他们带回到了原点。杨玉福瞬间就明白了，他把刀架在秋叶子的脖子上。杨玉福冷笑一声，便走了进去。他早就知道里面已经没人了。娜迦把冲锋枪放在了一边，转进了军车里。他在车里发现了食物，而且这辆车子还能发动，他们终于不用走路了。杨玉福也爬上了车，兴奋地吃起东西来。娜迦拿着食物跳下车，准备给秋叶子，可随后他就缓缓地举起了手。秋叶子端着冲锋枪瞄准了他，杨玉福彻底怒了，一步步地走了过去。他用胸膛抵着枪口，不停地向前逼近。最后秋叶子崩溃地扔掉枪，蹲在地上大哭起来。其实杨玉福早就卸掉了子弹。此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新闻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娜迦脱掉衣服跳入湖中，杨玉福蹲在岸上编起了花环。秋叶子很害怕，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置。他请求杨玉福带他一起走。他把象征和平美好的花环送给了秋叶子。军车开到一条河边时停了下来，杨玉福下车打水，秋叶子在花田奔跑。突然山的那边传来几声枪炮声，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3个人偷偷爬上山顶向下观望，原来是日本士兵正在集体自尽。他们不仅杀自己，杀战友，杀伤兵。看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，秋叶子心如刀绞。他手捧鲜花大声喊道：“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不用去死了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”他飞快地向山下奔跑去，可突然他的身体就倒了下去，鲜花也洒落一地。八音盒娃娃顺着山坡滚落，声音悦耳动听，风轻轻地吹过。那天的阳光很暖，可秋叶子再也感受不到了。杨玉福和娜迦彻底愤怒了，他们开着军车冲杀过去，最后把这些已经入了魔的魔鬼送回了地狱。战斗结束后，剩余的残兵和日本平民保住了性命。迎着紫色残阳，他们丢掉了手中的枪，愿世界没有侵略，愿战争永远都不会发生。多年以后，娜迦来到了英雄纪念碑，献上一朵鲜花，祭奠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。杨玉福老人手捧着那个八音盒娃娃，回忆着遥远的故事，回想起那个被人遗忘的女孩。好了，今天就解说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该影片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，
可以写在评论区。喜欢的话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